MQ-1C 辉鹰是 MQ-1捕食者无人机的衍生机型。从外形来看呢，它就是捕食者的加大版，长8.53米，翼展约17米，最大的起飞重量是1.6吨，最大飞行速度是每小时309公里，续航时间为25小时，最大控制半径为400公里。在侦察能力方面，辉鹰配备有光电吊舱、合成孔径雷达、卫星通信天线。美国战略之夜网站宣称，辉鹰可以把侦察地区的每一个细节都一览无余，比如说您家的门牌号是多少。如果以辉鹰无人机的投放点作为中心向外辐射，它的侦察范围达到了50万平方公里，能够在这个范围内进行事无巨细的侦察活动，并将情报实时后传，帮助部队作战。也就是说，辉鹰到了乌军手上，对他们掌握战场态势、获知俄军火炮阵地位置的提升是巨大的。在打击能力方面呢，辉鹰两侧翼下有2个挂点，采用复式挂架，总共可以挂载4枚地狱火空地导弹，或4枚 GBU-44B 蝰蛇打击制导炸弹，或者是8枚毒刺空攻导弹。不仅对地打击能力相当可观，而且还具有对空作战能力。另外，辉鹰还具有容错控制系统和3重冗余航空电子系统，可靠性很高，并且可以自动起飞和降落，减少控制士兵的工作量和操控难度，在平板电脑上就可以进行操控。从这些属性来看，辉鹰是要比在俄乌冲突中频频亮相的土耳其制 TB2 骑手攻击无人机要强得多的。不过，美国援乌辉鹰也很有争议，有评论就指出，这事实上是违反美国无人机出口的规定，因为辉鹰与之前援乌的700套弹簧刀无人机有很大的区别。弹簧刀的本质是巡飞弹药，只能一次性使用，其中个头最大的弹簧刀600，重量也才22.7公斤，最大打击距离是40公里。而辉鹰属于大型高空长航时无人机，航程达2000公里以上，具备很强的远程侦察和打击能力，能够重复使用很多次。美国多年前就立法禁止出口察打一体无人机，所以美国要想给乌克兰提供辉鹰，首先要修改其关于察打一体无人机的法律，这是很耗费时间的。再者，辉鹰很贵，每架大约是2000到3000万美元，相当于一架2手 F-16战斗机的价格。这还不算控制系统、零备件、弹药、培训等等成本。美国对乌克兰提供辉鹰不是白送，而是出售。乌克兰即使现在不掏现钱，未来也还是要向美国付费的。这个事情乌克兰不做好相关计划，采购辉鹰就会成为钱坑。话说回来，即便美国真的向乌克兰提供辉鹰，区4架也不会让乌军扭转战局，最多只是给俄军添些麻烦。辉鹰速度慢，机动性差，隐身性能一般，没有制空权，在战场上很容易被俄军的战斗机和地面野战防空系统发现以及被击落。另外，继美国宣布援乌爱国者防空系统之后，德国也宣布将提供 IRIS-T-SLM 防空系统。这款防空系统号称高度现代化，能够360度全方位运作，并使用导弹在高达25公里的高空击落敌方战机、直升机和无人机，有效射程为40公里。确实，如果德国真正提供的这个 IRIS-T 这个防空导弹系统，乌军能拿到手的话啊，那么确实是相当于乌军，自从冲突发生以来，它相当于拿到的最先进的一款西方的防空武器啊，就可以对，俄军的一些飞行器啊，无论飞机啊、直升机、无人机等等，都会构成一个比较大的威胁。但是我一直认为，就是说，西方提供的这些武器啊，少量的提供根本不足以扭转战局，啊，至多可能会让俄军这边多一些损失而已。在俄罗斯1电视台6月5号播出的采访中，普京在评论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多管火箭炮系统时表示，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所制造的一切麻烦均出于一个目的，即尽可能拖长武装冲突。他解释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已经拥有类似的武器，如苏制和俄制冰雹、龙卷风、飓风等多管火箭炮系统。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此类武器，仅为补充乌方军事装备损失，不会对局势产生实质性影响。普京称，射程并不取决于火箭炮发射系统本身，而是取决于所使用的导弹。
俄方了解到，美方将向乌克兰提供射程为45至70公里的导弹。他强调，若西方向乌克兰当局提供更远射程的导弹，俄方将做出相应结论，并使用杀伤性武器对之前未打击的目标实施打击。